北约每年都会举行多场军事演习，但军演的地点越来越靠近俄周边地区。继参加在乌克兰举行晴空负2018联合军演后，美军正在参加3x几节点联合军事演习。据悉，这场演习有5万名官兵、65艘战舰、250架飞机和上万辆坦克参与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美军还派出了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参与演习。那么，面对美军航母战斗群逼到自己的家门口，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呢？北约频繁进行军演，对俄形成围攻之势，俄罗斯也以军演进行回应。日前，俄罗斯举行了大规模战略核力量演习，白杨 -M 洲际弹道导弹、北风之神级战略弹道导弹和潜艇、图负160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核力量悉数登场，以增强对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威慑能力。同时，俄罗斯还强调，俄将继续提高武器装备穿透反导系统的能力。这显然是针对美国而来，因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可见的未来，具备强大的导弹防御体系的国家暂时还只有美国。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要使其威慑可信，就必须做到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体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俄军已经装备匕首新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这也是世界上首型实战部署的超音速导弹。据资料显示，匕首高音速巡航导弹与伊斯坎德尔 -M 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十分相似，但匕首导弹承袭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全部优点并有所发展，展现出优秀的机动能力和强大的突防能力。匕首导弹最大飞行速度超过了10马赫，而美军现役的爱国者标准-3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最大速度均小于10马赫，这意味着美军的反导系统很难应付匕首的精确打击。目前，美军的杜鲁门号航母在挪威海摆开阵势，火力全开，与北约盟国实施联合演练。据悉，俄匕首导弹已部署到在米格-31战机上担负作战值班任务，随时可起飞迎战。此外，匕首导弹还可以装备苏 -57隐身战机和哈斯基级多功能潜艇上，其中哈斯基级潜艇大量使用声引复合材料，采取整体降噪技术，隐身性能优越，动力系统强劲，机动性能好，兼具攻击型和潜艇、巡航导弹和潜艇和弹道导弹和潜艇的功能。装在匕首高音速巡航导弹后，具备在航母编队反潜圈外实施打击的能力。苏 -57隐身战机若携带匕首导弹，打击距离将超过2000千米。未来，第5代战机、第5代和潜艇同匕首导弹的结合，将担负起俄军反制航母战斗群的重任。进一步来说，即便是现在美军胆敢使用航母实施突袭，俄匕首超音速导弹也绝不会手下留情，并有足够的能力让航母成为活靶子。提起枭龙战机，大家想必都不陌生。这款战斗机是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的提出的合作研发战斗机的提议后，由中巴合作研制的一款新型战斗机。这款战斗机的主要设计和研制单位是中航工业成飞，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体则深度参与了该机的设计研制工作。研制期间，巴方曾一度要放弃该计划，但在中国的坚持下，这款战机的研制工作才不至于流产。最终，一款具有超视距作战能力和第4代战斗机标准作战能力的新型战机横空出世。在这款战斗机研制成功后，中国空军并未采购，巴基斯坦空军则从2007年开始正式列装该机。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在国内建立了生产线，让巴基斯坦首次拥有自己的军事生产线以及战机生产能力，不必完全依赖进口外国战机，防止再出现被卡脖子的事情。在枭龙战机研制成功后，研发工作并没有立即停止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枭龙战机的各方面性能和作战能力，依托成飞强大的设计研制能力，中巴2国继续发力，在枭龙战机基本型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和升级，陆续推出了 Block 1型、Block 2型等型号。相比基本型的枭龙战机，在航电设备、雷达系统、飞控系统、可用的武器弹药种类等各方面都进行大幅的改进。从 Block 2型开始，枭龙战机还加装了空中加油系统，
进一步扩大了其作战范围。此外，战机的对海陆打击能力以及电子战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。如今，枭龙战机已经发展到 Block 3型，该型枭龙战机在 Block 2的基础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大幅升级，还将配备 KLJ-7A 有源相控阵雷达。据悉，其整体性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。有消息称，其可能能够媲美美制 F-16 Block 52战机。目前，巴基斯坦空军已经装备和订购了约200架左右的枭龙战机。在这款战机自用的同时，巴方还和中国一直在积极寻求海外买家，将该机推向国际军火市场。目前，已经有2个国家采购了枭龙战机，分别是缅甸和尼日利亚。其中，缅甸空军采购了16架，而尼日利亚采购了6架。根据最新的消息，缅甸空军的首批枭龙战机已经交付数量为6架，并已经在缅甸飞行员的驾驶下开始进行飞行，但交付时间则没有透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不久前，缅甸空军刚刚损失2架战机，而这批枭龙的交付正好弥补军机损失后带来的战力缺失。近些日来，伊朗与以色列发生持续数日的交火，双方均伤亡惨重。以色列作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被欺负，作为老大哥的美国自然也坐不住，出动了海军第5舰队航母战斗群，封锁了波斯湾，企图彻底断绝伊朗联系海外的线路命脉。特朗普在第5舰队海军陆战队。事实上，伊朗的存在一直是特朗普的心腹之痛。特朗普一直寻找机会，找到借口得以入侵伊朗。随着叙利亚的尘埃落定，美军的战略重心也转向了中东的伊朗，并且在波斯湾的第5舰队部署了2个全副武装的航母战斗群。只要特朗普一声令下，随时就可以对伊朗宣战。以伊朗今日较为落后的军事技术来看，顶多靠个人海战术打赢以色列。面对美军的进攻，恐怕将毫无还手之力。印度航母出发前往波斯湾，正当美国封锁荷姆兹海峡占有全面优势时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位于南亚的印度派出了海军舰队，也要在中东插上一手。据新德里时报报道，印度海军出动了维克兰特号航母与驱逐舰战斗群抵达波斯湾，并将在这里至少举行为期2周的军事活动。印度与俄罗斯站在了同盟位置。虽然印度的军力很少干涉海外事务，但实际上伊朗也是印度的国家命脉。据悉，印度的原油进口至少20%以上来自于伊朗。美军封锁之后，导致了印度国内的原油供给紧张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才出兵波斯湾打破封锁，为自己争取到石油通道。现在伊朗已经有了俄罗斯的支持，并且加上印度的简介帮助，显然美军的局势已经彻底被逆转。在未来战争之中，太空将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处主战场。道理很简单，现代化武器时刻要依赖太空中的卫星定位、通信以及侦察系统，因此谁能够在太空战中占得先机，可以说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因此，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太空武器，包括杀手卫星、反卫星飞弹等等。据美国太空技术网站10月20日报道，航天人员观测到一架神秘的飞机已经连续在太空中环绕地球飞行了400天，并且还没有降落的迹象。这架飞机就是美国空军的 X-37B 太空飞机。据报道，美军最神秘、最重要的飞机不是 F-35、F-35 代机，也是 B-2隐身轰炸机，而是 X-37B 空天飞机。这款飞机目前一共制造了5架，但是美军却从未透露其具体的数据和用途，对于外界的猜测也从不回应。近年来，美军不断发射 X-37B 进入太空，背后必然有特殊的使命。俄罗斯军方专家怀疑，美军利用空天飞机对俄罗斯和另一个大国进行低轨道侦察，甚至能够携带核弹或其他精确制导武器对地面发动空袭。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无声警告。而更让世界各国担心的是， X-37B 有可能是美军未来太空战机的雏形，尤其是在美军新成立了太空军之后，为太空军打造一款制式装备迫在眉睫，而能够在太空攻击卫星、空间站、
还能对地球目标发动天降攻击的空天战机就成了美军的首选。由于 X-37B 的威胁非常大，因此俄军此前曾表示，如果有证据证明美军利用这款飞机对进行侵犯或其他不利的行动，那么俄军将发射飞弹将其击落。S-400飞弹刚配备着40N6拦截弹，能够完成这项任务。该飞弹射程为400公里，而 X-37B 的飞行高度为360公里。军事专家表示，近年来，世界各国都在不断研制能够在大气层和外太空活动的空天飞机。在该领域，美军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，但是美军将太空打造为未来战场的企图却引起了各国忧虑。此前，中方曾提出签署包括世界主要航天强国的条约，规定各国保持外太空的非军事化，但是遭到了美方的断然拒绝，称美国有权利保护太空资产。在美国拒绝签署太空非军事化条约之后，世界新一轮太空军备竞